我就回应谢教授一句话啊，我们大家宁可说错。什么叫自由？说错才叫自由。张开嘴只能说对，叫自由吗？对吧？就要有说错的权利。如果我们都不变，都等着您这位专业人士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所以我觉得就要让大家说，说到最后，大家就是逐渐能辨出是非。我经常被骂的狗血喷头啊，我知道，我就高兴极了，然后在那看别人骂我，我当时心里就想说，如果这人骂了我，他能高兴3天，那我得多高兴啊！这么伟大吗？不是，你想想看，你想让一个人高兴3天，你得给他多少钱，他才会高兴3天？但是他骂了你2句，他就高兴了3天，这么有佛心呢？这太让我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好有意思，仿佛做了慈善。欢迎回到奇葩说。好，我们奇葩说今天还是请到了 Papi 酱，欢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Papi，我们在那个爱奇艺的网站上有一个观众一直在提问说，我终于要追到我心仪已久的男神了，但是他无法接受我养了10年的宠物，我应该选择宠物，还是这位心仪已久的男神？要我的话，肯定选宠物，因为我家里就是养了2只猫，其中有1只就已经养了将近10年了。如果你现在让我为了一个男的去抛弃我的2只猫，我绝对做不到。那你能够理解那些为了一个男神或者女神放弃自己养了10年宠物的人吗？不理解，不理解。我告诉你，薛教授就是这样的人，是吧？宠物而已嘛。宠物而已。这个会出去会被人打是吗？啊，我不会，只要你不出去就没事儿。你养过宠物吗？我没有。难怪。我没养过宠物，也没种过什么花啊什么的，我只对人感兴趣。你到底要出去被打几次啊？看过你养宠物吗？我养宠物，我养狗。你养宠物？如果是宠物跟神要选一个的话，选宠物吧，因为宠物不会回嘴的。你把那个狗当做你的好朋友？我就把它当成是陪伴我的好朋友。他就是那句话说的，就是见的人越多越喜欢自己的狗。对对也不会啊，我见到薛教授，我还是挺喜欢薛教授的。我跟你说，我见的人越多越喜欢薛教授。李诞，你讲什么话呀？开玩笑，我不喜欢薛教授。汉哥，你有信心能够跟薛教授相处10年吗？如果能够让他不回嘴的话。所以李诞呢？啊？你会为了你的这个女神而放弃你相处10年的女友吗？我的女友当然就是我的女神。好骚啊！求生欲测试通过了。你会为了你养了10年的宠物放弃你的现在女友吗？我们俩的宠物是我俩一起养的。你的宠物跟你女友掉到水里了。我们现在这种招都要用吗？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小松是从来不养宠物的，对吧？我一辈子都养狗啊。是吗？到现在还养着呢。啊，那就正好。所以你的女神那么多，你会为了你的女神放弃另外一个女神吗？会，一定会的。女神代代有新人，真的，小松，你的女神是谁呀？现在没有了。啊，没关系，以前随便说一个。赵雅芝为了她，在街头给人鞠躬。我们那工人俱乐部里演上海滩，但要1块钱门票，我没有钱。然后下大雨，我就卖惨，在大雨里淋着，然后说求你了，给我1块钱。你当自己是许仙是吧？而且他1块钱只能看2集，在那个录像厅里。然后最后还定格狼奔狼喽，然后给人都走了，我就一直
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赵雅芝老师请来当一次女神，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就以你的名义请，好吗？好吧？好嘞。好，那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辩论的6位选手，从秦教授开始。大家好，我叫秦教授。当然这是艺名了。其实我有教授的一个才学，但不是教授；但我没有导演的才学，但是我是个导演。您有教授的才学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我自己告诉我自己的。其实心里话，我是来吸粉的，胜负不重要，把粉吸走才重要。第2位。大家好，我是未来星，我是一个前3号学生。大家好，我是未来星，重来啊！大家好，我是未来星，除了帅就是懒。忘了，看一下。没事，来看一下。让我想想啊，我的职业是一个说唱歌手，但同时我也很讨厌被别人当成一个说唱歌手。这里卡壳了，重来。来。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是一名大学老师。放下你曾经坚信的每一点东西，心甘情愿的为一件又一件值得跪下的事情跪下，放下，输掉，其实很美妙的。他们都在问，怎么第5季你还来？我就在想，我还能比上一季输的更多吗？就又来了。大家好，我是欧阳超，是一名外事警察。我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去东京跟巴黎都不顺路的。放轻松，享受过程，因为我辩论真的很烂。大家好，我是喜瑞，是一名学生，我就是要在奇葩说做一股清流。一口水喝和不喝，它核心要素是什么？核心要素是我坚持的东西是什么？这个背后的价值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梨也崩了，月也坏了，尧舜禹也死了，大道不济了，你坚持它干什么？那我这股浊流是不是应该站起来了？大家好，我是花溪，好久不见。你和你的异性好友，还有她的男朋友，你们3个人走得好好的在河边，为什么总有人掉到水里？因为他们跟你做了朋友。不是，因为人生的道路有的时候真的只有2个人能走，只有2个人能走。作为一个大型回锅肉选手，很难在这个舞台上保有初心，我还是会有胜负欲的。好，来我们看一看本期奇葩说的辩题。键盘侠，本意指在现实生活中胆小怕事，而在网上占据道德高点，发表个人正义感的人群。现在衍生为平时躲避社会群体，一旦脱离人群，独自面对电脑敲键盘，会用手机进行网络评论及聊天时，毫无顾忌对社会各方面评头论足的人。近日，键盘侠在奇葩镇兴风作浪，奇葩镇的子民对键盘侠到底是不是侠这个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键盘侠是一股走 low 系路线的黑暗势力，他们打着 People Man 的旗号，组成了反对者联盟，肆无忌惮地在网上传播谣言，躲在面具背后尽情地发泄恶意，攻击一切。他们是网络暴力的发动机，不正之风的助推剂，必须被严厉抨击，不配拥有侠的名义。另一方认为，键盘侠起码比敢怒不敢言的人要好，他们关心世界，心怀热血，想用微薄之力推动世界向自己认为对的方向发展，好像也没什么错。也确实因为他们，一些不法分子被举报，忽视的问题被讨论，邪恶势力被削弱。键盘侠这3个字可以变成一个好称号。所以，键盘侠到底是不是侠呢？这道题我觉得好烦躁。我跟席瑞都属于不太会搞笑的人，搞笑的部分真的只能靠你了，秦教授。以前我们干这玩意儿，底下是有领长的托啊，这完全没有，你知道吗？网大导演，你应该认识很多群头啊，当天就叫过来。OK 啦，你们2个够了，陈明3遍是最稳的啦。对面是花溪好吗？花溪是肉麻，你是恶心，但这道题呢，恶心比较占优势，这道题你没办法肉麻。哎，我先问一下教练，你认为键盘侠是不是侠？你不能想一想没劲了啊！啊，第一反应是吧？我觉得是啊，是侠，不然他叫侠干嘛？他在安慰我们好像。我觉得咱们3个现在差不多，我觉得我还要改啊。我觉得你说那东西哈，能不能变成就老百姓说的话？你真的，你讲个故事，
你放弃讲道理。我知道，就是《史记》在记载《游侠列传》的时候，记载了郭解，说他少太时的时候远了。你看我的就跟我们排网大似的，就是先秦以前的就不要说了，没人懂。史记是汉的，汉。我还蛮担心你们这一组人的，说白了很要命。我们抽到一个死亡之主。来，我们来商量一下对面淘汰谁吧。我就是被淘汰，你知道吧？怎么可能？我都没有。哇塞，我陈明，你连这个时候都要这么虚伪啊！你们的确，你们这边持方真的不太有利，但要淘汰也淘汰不到你这儿嘛。我们各位导师，在你们心中键盘侠是不是侠？教授不是侠。反方，我跟教授相反。好，我认为不是侠吧。那我就认为是呗。那我就认为不是呗。那我就认为是呗。这样架打起来才有意思。我们全场100位观众，键盘侠是侠按红键，不是侠按蓝键，请投票。正方53，反方47。我们正式从反方欧阳超开始。这哥们儿太有意思了，特别逗。为什么键盘侠会义愤填膺？因为他在敲键盘，用双汇王中王一样粗的拇指点2毫米的按钮，打3个错2个。这个时候你不管看到什么新闻都想怼，什么 NBA 球星结婚，长这么高还结婚，神经病！等会儿走红地毯，不要头插到挂灯里，滋，电成个煤球。什么？马云发表演讲？我最讨厌马云了，搞得马路上都没有人带现金，都没有人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键盘侠自以为是。印度有个键盘侠大妈卡普，她就觉得中国老百姓铺张浪费，说我们洗头太频繁。In China, you wash your hair 3 times a week. In India, I wash my hair 3 times a life. 还说我们厕所太多。You have too many toilets. You know what kind of Chinese I hate most? Single dogs. 单身狗。Single dogs have one entire toilet all by himself, one person. How many times do you have to pee in one day? 第二个特征，上纲上线。在豆瓣评电影就评电影吧，他一直上纲上线说，印度电影尬舞、垃圾、舞太多，真是世风日下。我怎么了？怎么了？跳个舞就世风日下了？印度电影的精髓，不就在于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跳舞吗？男女主角私奔到草原上 ，Baby, I love you so much. Lily, how much? I love you like a moon, like a star, like a Jimmy. 阿佳 ，Jimmy， 阿佳。键盘侠都算侠，那有困难不用找警察喽。键盘侠，我家被偷了，没关系啦，你是不是觉得家里宽敞了很多？键盘侠，我奶奶被骗了30万，没关系，我送你3艘游艇 ，biu biu biu。我是外事警察，在签证窗口，也想帮助来来回回的老外，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但是我刚开始就被他们的英语口音给震撼了。一个日本大叔过来就 ，Hi, police officer, excuse me, where's that application home, please? What? 他拿着一张申请表。Excuse me, I must be a passport number here like that.
，basketball， 公交球。于是我业余牺牲所有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的时间。苦练各国英语口音，渐渐地帮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解决困难。直到有一天，我也收获了一个称号——口语侠。所以，同志们，真的想当侠，也请放下键盘，苦练本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吧。正方一辩，秦教授。我只是个辅助。No， 你不是辅助，你是我们这边的 ACE， 你不要 ACE 什么意思？这主输出啊。对，欧阳超老师，首先你说了那么多话，有一半是英文，我真听不懂。因为啥？我最高学历是驾校，这个所以说，我真听不懂。偶尔有个别单词我是能听懂的，但是我连不成句的啊，所以我没有奇袭你。那我先说说我的观点啊。说呀，有一天，曾志伟找姚明玩，然后到了姚明家呢，就咣咣敲门，敲老半天没人，曾志伟就败兴而归。第二天呢，曾志伟看见姚明了，就想上前面问问怎么回事，然后呢就说：“哎，姚明，你昨天干啥去了？”哎呀，姚明就说：“哎呀，曾志伟啊，我跟你说，我家昨天晚上发生灵异事件了，闹鬼呀！有人咣咣敲门，到个猫眼里一看就没人，一看就没人。所以误解往往是因为我们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造成的。在场的67位加上对面3位，因为键盘侠不是侠，可以理解，因为大家把这个大侠想的就老高大上了，对吧？把这个键盘侠想的很 low。所以呢，秦教授我不才，在这里倚老卖老，给大家传道授业解惑。啊，好。这个键盘侠呀，就有2个特征：一，现实生活中胆小怕事；二，在网络上占据道德制高点，发表个人言论。咱们逐一分析。首先说第一点，现实生活中胆小怕事。我请问，现实生活中在座的诸位，谁胆大不怕事？好，那我现在问，哪位同学扑灭过森林大火？哪位同学破过毒品大案？好，那么哪位同学抓捕过银行劫匪？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他不是说胆子大胆子小，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国泰民安。即使你身处海外，遇到了麻烦也不要紧，你要相信强大的中国海军一定会接你回家。所以我们现在也不鼓励提倡非职业人员的个人英雄主义。哎，我忘了呀，喝口水。哎，慢慢来啊。保温杯。所以呀，当今社会已经没有传统意义大侠的发挥的空间了。那咱再说说这个第二点，在网络上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发表正义言论。我觉得这一点已经说明键盘侠是侠了。你想，键盘侠已经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了，就代表键盘侠知道道德的高点在哪，不像我们人连道德的低点他都不知道在哪。咱们再说说这个键盘侠都干了点啥。这个键盘侠让我们所诟病的呢，叫人云亦云，语言过激。人云亦云是什么？起哄呗。可能有人说了，起哄有毛用啊？是起哄没有毛用，但毛多了它能臭胆的呀。现实生活中，我们总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说，你信不信我回去发帖子到网上把事情搞大？什么叫把事情搞大？不就是吸引更多的键盘侠过来围观吗？人一多，对方感觉到压力，或是会自己反悔，或是会自己让他改变，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不对？这叫什么？
这叫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一脚踩不到地上草，众人踩出阳关道。再说语言过激，我觉得语言完全没有过激，反而很温和。我总听说韩国的这帮艺人呐，动不动得抑郁症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生活中犯了一点点错误，韩国的键盘侠就对他们口诛笔伐。再看看我们某些艺人呢，犯了错误，不但跟没事人一样，反而把老百姓给整郁闷了。这不就是我们骂他们骂的轻了吗？你说你一个导演花了那么多钱拍了那么烂的片子啊，键盘侠们说几句不开心了，找律师发律师函了，这是干哈呀？啊，你们想好莱坞的大片经常有续集，为什么中国所谓的大片只有1没有2呢？因为1已经够2了。键盘侠铁肩担道义，妙笔作文章，笑天下可笑之人，骂天下该骂之事。常言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左邻右舍。为国为民，我觉得倒没有那么高，但是左邻右舍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反方2辩。做了还蛮多准备的吧？你故意整夜，哎，你这个时候去跟他说，就是基本没怎么睡觉啊，对，比我上学的时候认真多了。他自己讨论辩题都是人家，他发一朋友圈，他说：“哎呀，知道为什么不想谈恋爱了？因为学习使我快乐。”哦，就是你看完之后，觉得这是个 rapper， 他扎着小脏辫，然后说学习使我快乐，你会觉得是反讽，但是你跟他聊完之后，绝对不是。说真的，秦教授，你的价值观让我作为一个小流氓都有点看不下去。有一些键盘侠为了正义呼喊，为了真理日夜奔走，我真的十分认同。为了证明你们的观点，作为一个很多年的不学习的人，我特意上网查了资料。2016年键盘侠常用语前50，来，让我们听一下正义的呼声。第一 ，sharp。其次是去死吃滚犊子你妈！我就是有点好奇啊，你们这么正义的呼声，怎么没一个能播呢？这个棒，这个棒。Hold up， 键盘侠是不是侠 ？That's a no-no。为什么呢？作为一个侠，辨识度很重要。第一，侠必须得有异于常人的技能。张无忌会乾坤大挪移，郭靖会降龙18掌，蝙蝠侠他很有钱。所以说啊，当侠是一门技术活儿。往往需要你多年的努力，或者你爸多年的努力。而键盘侠真的没有什么门槛，必备的条件是一把键盘和学习简单的汉语拼音。对不起，你这个不叫侠，叫会打字。2，侠必须要有独一无二的服装和配饰，比如说，超人披上了红披风后，觉得自己不够特别，特意把内裤外穿。杨过大侠觉得独臂不够特别，特意养了一只1米8的宠物鸟。但键盘侠唯一的配饰是键盘，淘宝上的价格从29.9块到99.9块不等，特别没有排面。第3，侠必须得有一个很 swag 的艺名，重名基本等于违法。举个例子，钢铁侠的黑人兄弟跟他穿同一套战甲，也只能叫爱国者号。没有一个炫酷的外号，不仅是没有创意的体现，也不利于你的光辉事迹在江湖上的广泛传播。而键盘侠的 ID， 要不然是随机生成的数字，要不然是摘抄于 QQ 伤感网民精选，比如说流泪的天使、等爱的玫瑰、享受寂寞等等。我有点喜欢他。不好意思，你这个不叫侠，叫山寨。键盘侠是一群什么人啊？哎，想一想，不就是一群只会躲在屏幕后面骂人的人吗？当键盘侠1没难度，2没成本，3没风险，4没技术含量，这都能算侠？我真的搞不懂了，说话有什么难的？会打字难道是一项特技吗？哎，道德谴责我也会，那我算不算侠？哎，你们不就是看不顺眼谁就骂谁吗？那你们知道谁在这个领域里做的最好吗？Rapper， 键盘侠翻译成英文叫 hater， 你们的这种行为叫 disrespect、disparage，
我们 rapper 不但 diss， 我们还把它学术化，你甚至能在谷歌文献里搜索到我们研究它的论文。我不但 diss， 我还靠它来上这个节目。哎，我算不算侠客商业化？他很厉害。多说无益。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什么叫实力上的差距。耶！键盘侠并不是一种侠，我问候你全家不是种问候。You ain't never be a rap star. You cannot go to my friend zone. Hold up， 我感谢你祖宗并不是一种感谢。哎，你当键盘侠只是因为自己胆怯。哎，哪来的自信把谁写进自己简介？哎，我 bet 我会让你哭一整夜。哎，这不是种尊重，这是讽刺。你惦记了作奸荒度整日，像你这种猪真需要整治。我拔掉你网线比较省事 ，Time out lover。不好意思，没有攻击性啊，我只是想说，没关系，没有，一点都没有，太亲和了。这其实没有什么，这其实没有什么难的。所以说，如果连键盘侠都算侠，那我连侠都敢 diss， 我算不算侠中侠？不好意思，你不要脸，我还要侠这个字儿，你我都配不上。之所以说配不上，是因为当一个侠真的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看到侠总是想到帅、酷、炫，但却往往忽视了这个字意味着担当和这份担当背后的牺牲。如果有一天言语比行动来得更有力量，如果有一天批评和指责比善意来得更高尚，那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爆发，而不是像你们一样躲在屏幕后灭亡。所以所有的键盘侠，我可以接受你们的指责、谩骂、侮辱，但别妄想我成为你。我可以被打得倒地不起，满身伤痕，撞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但别妄想我成为你。键盘侠，你不是侠，这个字你配不上。哇！未来星真的算是我见过的说唱选手当中呢，就是还蛮有想法的。未来星其实这一次整个搭配，包括他最后插场的表现，刷新了我对他的理解。来，正方2辩。我比较担心的是席瑞，他的每一段话都非常有道理，但是我们会发现奇葩说这个舞台上，你认真跟大家讲道理，可能就会失去一部分观众的耐心。因为席瑞原来可能所有的辩论经验全部集中在校园辩论赛，没有遭遇过非常强烈的挫折，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挫折迟早就要来，他最好就是现在，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觉得能够显示出自己厉害就行，这里不吃这套。我再把这场比赛当做我最后一场比赛再打。先驳2个点吧。第一个还是欧阳超老师的，你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键盘侠在抵制网络暴力？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键盘侠这个时候出来伸张正义？有没有一些键盘侠在指责别人你是键盘侠？有吧？没有天降正义，只有我们彼此之间沟通协调，才会沟通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外星刚才表现得非常酷，他深刻给我诠释了什么叫键盘侠。说的东西你自己真的能够做到吗？不见得哦。你很激愤，你分清楚了什么是情绪，什么是行动吗？我觉得你没有。当我们在说一个人键盘侠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那我们来想一想哈。今天秦教授前2天刚拍完一个片子，我看都没看我就说，秦教授，你这长得这个样子就不像能拍出好片子的。秦教授会扔我一句什么？脑残。他不会骂我键盘侠。发现没？这就是键盘侠和喷子的区别。用那50个不能播出的词宣泄情绪的不是键盘侠，是喷子。可是当我说秦教授，你的电影逻辑不顺畅，画面不协调，选角也有问题，这个时候秦教授会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就会说你键盘侠。一般情况下还会跟一句你有种也导一个戏我看看呀。所以发现了没？我们之所以骂键盘侠，不是因为他们说的不对，恰恰是因为他们说的都对，他们扎心了，我们无可奈何，我们无法反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说你光敲键盘不干事儿，你光说不做，我怼回去。席瑞呢，我觉得他太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还处于校园辩论赛的那个赛场上的节奏。是的，我承认键盘侠在生活当中可能会稍微显得有那么一点无能，但这就是他们不配成为侠的理由吗？用行动去抒发正义感固然更高尚，也更配称之为侠，但这是否意味着用键盘去抒发正义感就不配称之为侠了呢？
我觉得侠应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宽泛的概念中选择适合自己抒发正义感的方式和行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做，我不否认它需要我们去行动。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按照重要性去排个序，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关于一张重要性的表格。在这个表格中，我方从不否认今天去行动比去敲击键盘更有价值，更有助于社会。可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在行动的时候，真的要靠这张重要性的排序表格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吗？换句话说，如果在这个重要性排行榜上第一的事情没有完成，那我们这些做其他事情的人就不应该得到褒奖了吗？我们可不可以对侠气有自己的理解？我们可不可以对抒发正义感的方式有自己的选择？比如说我手无缚鸡之力，我很柔弱，我真的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和歹徒进行搏斗，我甚至都没有办法在讨论的时候对我身边的秦教授大声呵斥。可是我喜欢表达，我热爱思考，我觉得我能够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每天把我的所思所想，我对于正义的理解和呼唤，以及我终于不再有的怯懦给写下来。侠是有大小之分的，我也想过要像钢铁侠、像蜘蛛侠一样这样的大侠飞来飞去，每天解决各种问题。可是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只当一个用键盘守卫正义的小侠呢？不是只有践行正义才显得崇高，呼吁正义有时候同样需要勇气和代价。你可以看到在网上有那么多陌生的善意和鼓舞，激励了哪怕一个自闭症或者抑郁症患者，还有许许多多人通过网络搜集民意进行提案，为民请命，还有很多人借助网络去探寻，冒着重重风险去探寻隐藏在黑暗当中的真相。他们凭什么不被称之为侠？所以把侠理解得很崇高，是一种很先前的理解。那件事情发生得很遥远，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太弱小了，社会也没有现在这么安定，所以我们渴望有一个除暴安良的大侠出来帮助我们，守卫我们。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变得强大了，社会也井然有序，还要把侠放在那个高高在上的神殿里面去供奉他和膜拜他吗？不，今天我告诉你，侠就应该活在每一个平凡且普通的我们的渺小梦想当中啊。我们都会为了《喜剧之王》里面那一句“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而感动。那今天我告诉各位，其实你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大侠。来，飞来说。没预感到，就是席瑞他那么好，表现得非常完美。哎呀，真的特别好。然后他能够短时间内放掉自己这么多年来的积累和习惯。席瑞，我之前只是觉得他强，现在我觉得他很强。好，来，反方3遍。好，谢谢马老师。我这个人有个特点，我耳根子很软，我很容易听进别人的观点，我老觉得对方说的很对。陈明老师的能力强大到他可以让任何一道辩题成为他的持方。我觉得陈明老师有个优势是，植中老师是给你一种震撼，陈明老师是给你一种愧疚感，仿佛你不这样做，这就是他不要脸的地方。你感觉到了是不是？对对对。我会不按常理出牌。秦教授说，键盘侠当中也有一小部分人用语言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起到正面的作用。没错。席瑞说，侠的观点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有变化的，可能曾经非常崇高，今天已经有了新时代的理解。普通人可以做自己心中的小侠，用微小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没错。我觉得2位说的，我完全认可。键盘侠当中是有一小部分金字塔尖的部分，他们用理性的分析、正义的力量和虽然人微言轻，但是持续不断的推动，也给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变化。那我们也是不是要承认，在键盘侠这个大群体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他们在网上可能没有那么理性，他们比较情绪化，他们比较容易操纵，他们比较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然后发泄的言语都有，这是一个公允客观的看待。席瑞刚才有一点说的非常打动我，侠在中国历史上到今天为止，我们必须给予他新的理解。我想问，侠这个精神当中有没有不管时代怎么流变，但它没有变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
中国语言当中最早出现“侠”这个字，然后下定义的人是韩非子，他写过一本书叫《武度》，他说的那句话叫“侠以武犯禁”，前面还有一句叫“儒以文乱法”。从一开始其实分得很清楚的，侠是用武力来突破禁锢和束缚的这一群人。到今天，暴力、武这个概念它可能已经变了，勇这个概念是不是应当是今天，即便是今天这个时代侠的核心？我们想象一个概念啊，古时候有一个村庄，然后有一个恶霸。然后这个恶霸作恶多端，然后村子有很多人天天会在背后说，哎，这个恶霸真的太坏了，哇，烦死了，我真的不行。然后不断的去传播，甚至成为一种言论，形成一种舆论的压力。没错，在这种压力之下，来了一个大侠，月黑风高，哇，把这个恶霸解决了。哎，哪个叫侠？哪个叫侠？语言的力量可以呼唤出侠的出现，但不能因此把这个村庄里每一个在背后有默默吐槽抱怨烦了那个恶霸的人都叫侠，一窝侠一屋侠，侠还来干嘛？你们全村都侠，嘴巴不停的说，语言不停的说，那部分人在古时候叫长舌。语言可以推动社会的力量，我完全承认键盘侠当中有一波人在推动社会的进步，但不是对应侠这个称号的，侠是另一波。侠是有几个基本的特质，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勇，侠出门要配剑，不带毛笔。侠为什么要配剑？告诉大家，这是勇的象征，这是侠的标志。侠的剑是有名号的，这个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担当。大家一看到，哇，这个君子剑来了，杨过来了。大家一看，哎，玄铁重剑来了，独臂的杨过来了，是吧？侠拿剑，你拿键盘，这什么感觉？侠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就是这种感觉。对侠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声名，有的时候比生命还重要。侠爱惜羽毛，爱惜那份江湖中的荣耀，这是他誓死捍卫的东西。键盘侠叫什么名？马甲，就他刚才说到的这些名，10名都不敢一个。你的勇在哪里？侠的核心勇，键盘侠的核心切。键盘不是键盘侠的工具，是键盘侠的墙壁。他要躲在那个键盘，躲在那个屏幕后面，他害怕大家看到自己，他害怕大家知道到底是谁在说，谁在骂。哦，这个好。这也能叫侠吗？核心特质上有冲撞，核心特质有冲撞，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个勇，一个切。还有最核心的一点，侠为义，而键盘侠大多时候为了爽。侠要干嘛？其实也很简单呢。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真实的遇到不公的时候的勇，校园暴力，公车上看到钱包被偷，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小小的不公，你是马上掏出手机在网上骂，哎呦，今天又看到什么，还是马上迈出一步制止那件事情？这就是你做一个普通的好人和一个普通的侠的区别。我有一个小例子，这是我遇到的非常真实的一个例子。去年的6一儿童节，我在家里跟我的大女儿拍了3张照片自拍，然后发了一条微博说6一快乐。有一个人在我的微博下面留了一条言，因为我在奇葩说的舞台上没有说过脏话，但是我要完整的复述他的表达，所以接下来可能会出现有脏的字眼。他的原话是说，这个孩子真的丑的，湖北村货的基因没差了。一句话，短短几个字，地图炮、基因炮，该开的全开了。我就发了一条微博呀。那一瞬间，马上情绪就涌上来，我迅速把手机打开，点开回复，我马上就说你骂谁呢？我迅速想回，就是在我按那个几个字的同时，我老婆突然把我手机抢下来，她说：“哎呀，这群键盘侠，你不要去跟他们骂，你骂了你跟他们有什么区别？”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键盘侠是一种非常易于传染的情绪状态，你不要以为它离我们那么遥远，很棒。如果你在网络上一旦碰到一个键盘侠，你离成为他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我当时就想说，你知道吗？就是他刚才说的那键盘侠最常用的50个词的第一个，呼之欲出。我突然意识到我离他那么近。键盘侠就像一滩不断扩大的水，他会把你不断的拉下水的，你脚一滑就下去了。是什么让我没有滑下去？就是我不停地跟自己要讲啊，我要给自己有道德建设。我跟他说，我不能那么回他，你可以那样骂我，但我不能那么骂你。我那么骂你，我跟你有什么区别？面对键盘侠这么强大的感染性，我除了这种道德直觉的自律，我还能做什么呢？哎，你们知道你们今天的观点的核心是什么吗？是把我面前那堵墙拆了。
你现在要告诉我的是，键盘侠也是侠呀，发泄自己的情绪没什么问题，你发泄就好，这是你的真实的表达，你大声的在网络世界里叫出来嘛。好啊，那我就骂他，然后我就成为他，然后这个圈就不断的扩大，最后一堵让我不要踏进去的墙就被爆掉了。因为我只能告诉他是错的，可你告诉我他是对的，他是侠义之举。你怎么去说服一个父亲？今天你们怎么告诉我这个人他侠在哪里？他就在我微博下面这么讲，他侠在哪里？你告诉我侠在哪里？你有什么一个字能说服我吗？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在想，在互联网的舆论中，自由真的非常重要。每当这个时候，我经常会想起小松老师说的一句话：“一生温暖纯良，不舍爱于自由”，对吧？我那一瞬间才意识到，前一句是后一句的前提。一个人，你只有温暖纯良了，你才可以有资格谈论爱与自由，否则自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哇，肯定太高了，这个价值。今天在网上不断的说，这是我真实的情绪，我就要把它表达出来。好啊，那些伤害，那些痛苦，那些语言的讥讽造成的所有的损伤，你们是用一个我们也是侠就把它轻易的化解掉了。我不信，我不服。所以此时此刻大家记住，一勇一怯，一明一暗，在本质上有冲突，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成立。键盘侠不是侠，谢谢。我在3天以前没看过陈明打辩论，我会误认为我跟陈明水平差不多。但我今天看了陈明老师现场 live 之后，我觉得差距太大了，非常精彩。然后我跟陈明老师，我只能说我尽力。来，这方3遍。今天我其实看到对面3个对手，我特别高兴。为啥？他们3个加起来就是一个标准的键盘侠模板。先看欧阳超，什么特点？激动，爱怒吼啊，对不对？再看未来星，他自己也讲了，神秘嘛，又很酷，比赛用代号，名字是个问号。然后再用陈明老师，充满正义感，大家连到一起，充满正义感的爱咆哮的神秘人。是不是键盘侠？所以今天反方所有的言论，我就当是你们的一场大型自我反省。我承认还是会有一些网络喷子在，我也跟你讨论底端的部分，但是我们会发现整体网络氛围，他们所讨论舆论的形成、对立、碰撞和结晶的过程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趋于理性，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现实。这是我们要去除我们对于键盘侠的偏见。为什么要用侠这个字称呼他们？是为了放大他们身上侠的部分，让他们能自律，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力量。什么意思？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爱迟到的人，但自从老师让我当上了班干部，我不得不天天认真上课，认真打卡。发现了没有？我们给予一个人好的称号，会迫使他在意自己的言行，会让他更加靠近这个称号。这是我们对他侠的意义。再举一个近一点的例子好了，潇潇。大家回想一下他第1季，思天思地，天不怕地不怕，讲什么道理啊，对不对？刚才呢，花溪已经站到了女性的这一方，我都成这个样了，我都不想挨制。你个纯爷们儿，你挨制。自从当上 BB King 之后，他告诉我4个字：以理服人。我是以德服人。我以为4个字是逼娼为良。然后再看康永哥情商课，我们给他冠以了一个高情商的名字，他会开始强调放大自己身上情商高的那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给键盘侠以侠之名，是为了让他们意识到你的言论真的是有力量的。我非常害怕对方提的一个观点是，他们将侠和英雄定义的太过完美无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一旦将侠和英雄定义的特别完美，形象特别高大，它将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神话体系是希腊神话体系，因为里面的每一个神都有人身上的缺点。当人能在神身上看到人性的时候，人才有可能在自己身上看到神性。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英雄的，对吧？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侠客的，对吧？
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很多事情就是无能为力，我们不能动手，我们动手就违法了。但是我们心中的正义感如何抒发？我们该怎么表达？你说我匿名，我就用我的真名在网上传达我的看法，你怎么评价我？在深夜有一个人给我发私信说他今天过得很不好，我一句加油，也许他就能熬过这个难挨的黑夜。但是如果我一句你矫情什么，他就有可能跌入万步深渊。你发现了没有？我们不光是侠，我们的一招一式都可以救人于水火，或者杀人于无形。侠不一定要非常完美，因为他要靠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那个你想要的侠。谢谢。有没有奇迹？来，陈明。好。而且最后一个点，这个上了一价值很打动人。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是说我们要相信每个键盘侠是有成为侠的那个可能，才会激发我们向那个方向去走。我们要看到他身上侠的特质，看到他身上侠的特质，并且放大他，对，充满正义感，知道道德高地在哪儿，可以愿意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发声，愿意为自己无关的事情发声。对，首先两个，第一是不是不出手？出手违法。你校园暴力霸凌，你出手拦一下违法。我可能够不着他，你看到小偷的时候，我够不着他，他偷到你东西违不违法？那按照你这种理论，我转发失踪孩子的信息就不行，我必须要出去找那个孩子，我才是侠。我的意思是你希不希望他们出手？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可以出手，但是有的时候我没有条件，但是我转发不代表没有力量。我明白了。我再问一遍，键盘侠这个称呼真的是一个正义的说法，你是一个键盘侠的侠，还是一句反讽？我只能说键盘只是渠道，但侠才是他们的真心。侠的本质是要有正义感，他的举动也许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进步。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切有正义感的人都叫侠？好，那你就直接简单回答的告诉我，在网络世界当中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愿意称他为侠？我告诉大家，我唯一能想到的一个键盘侠的形象，就是他用24K 的金铁打一副键盘别在腰间，然后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在做坏事，啪就扇上去。我觉得他是键盘侠。他们打得很漂亮，然后交锋非常的激烈，水准非常的高。陈明非常迅速的反应，以及花絮飞过去飞回来拆招这个能力。你会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激烈的唇枪舌战，太精彩了。好，非常精彩的攻防啊，很精彩啊！我发现刚才整个反方完了以后，陈明把拉到了20多票，然后花溪把它掰回了，到目前为止跟我们的初始状态是一样，正方53，反方47。好，最后请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投票，5、4、3、2、1。好，我们把最后的结果先放在这儿。然后这道题双方这么针锋相对，而且打得非常漂亮。我们是愿意就正反方的立场讨论，还是就这道题本身去讨论？我觉得都可以。Papi， 你被我们说服了吗？倒没有，但是你怎么这么拧啊？你就服一回怎么了？服。我其实有点左右摇摆，就很多次看到过，就有人在网上精分。前2天一个真事儿，有一个大 V 发了一篇这个文章，就是说他对性侵的看法，但他是说我并没有被性侵过，但是我认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在他下面的评论就有一个人给他评论说，你是因为丑所以没有人性侵你。但是呢，当我点进这个人的主页，他转发什么内容的东西啊？是支持平权，非常的正能量，在自己的网页就是一个像一个非常正义的键盘侠，但他在别人的文章下面又变成了一个非常讨人厌的键盘侠，所以我很在这个正反方中间，我其实挺矛盾的。好，教授，我自己认为键盘侠不是侠有2个理由。第一个，双方都会说键盘侠代表了公正，代表了正义。我自己的问题是，他们真知道什么是公正，真知道什么是正义吗？有一句话在网上非常流行，大家喜欢说，当鸡蛋和石头在一起的时候，我站在鸡蛋的一边。但是这句话最大的问题是，你知道哪一方是鸡蛋，哪一方是石头啊？如果没有正当的程序，充分经过验证的事实，你是不知道的。这是键盘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第2个问题是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具有很强的负的外部性。我们说，如果扔一个垃圾，地上扔一个口香糖，成本是很低的。但是你把它
洗干净、挖干净成本是很高的。同样，言论也有这个问题，传一个谣言，随手转一个帖子，喊2声，成本是很低的。但是要辟谣的成本通常是非常高的。你在一个很多人的剧院里面喊一声着火了，你爽了，你以为这是言论自由，但这可能会造成混乱、践踏甚至伤亡。一个成熟的社会，它要发展得好，很重要一点就是要专业化。专业化就是让该负责的人说该负责的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把他的身家性命、把他的事业搭进去的，这叫专业化。这时候，我们社会就有了一个分工。所以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小时候看这个香港电视，他们经常有一个广告，是教育市民，如果遇到了贼，遇到了有人抢劫银行，不要挺身而出，因为你不是专家，叫警察。这是分工。所以刚才反方的反复讲的一个论点，我觉得差一步。就什么是侠呢？它不在于长不长功与名，在于他有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比方说，我说火车票春运期间应该涨价，被骂多了。但是我是把我的声誉放在这里的。我今天说这句话，昨天说这句话，10年前、20年前我都说这句话。这时候你付出了代价。键盘侠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他不付代价，他没有把自己搭进去。谢谢大家。我就回应谢教授一句话啊，我们大家宁可说错。什么叫自由？说错才叫自由。张开嘴只能说对，叫自由吗？对吧？就要有说错的权利。如果我们都不变，都等着您这位专业人士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所以我觉得就要让大家说，说到最后，大家就是逐渐能辨出是非。我经常被骂的狗血喷头啊，我知道，我高兴极了，然后在那看别人骂我，我当时心里就想说，如果这人骂了我，他能高兴3天，那我得多高兴啊！这么伟大吗？不是，你想想看，你想让一个人高兴3天，你得给他多少钱，他才会高兴3天？但是他骂了你2句，他就高兴了3天，这么有佛心呢？这太让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好有意思，仿佛做了慈善。小冯老师正方观点说完了以后，我看刚才李诞一直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对但是真的吗？他居然是一个反方。你叛变不叛变？我不叛变，我不叛变。嗯，这个吧，就是我以前就是个键盘侠。就在我没有工作那2年，就是大学生的时候，我就看谁都不顺眼。我觉得你们这节目做的什么玩意儿，是吧？我觉得你这电影拍的，我天，我拿脚就能拍。等我从开始工作以后，发现每一个小事做起来都是那么的难。其实我们生活中大部分遇到的是这种人，很简单，他就是在自己不专业的领域说了2句自以为是的话嘛。那我后来我自己也常受这种困扰啊，我自己不是也做节目了吗？然后一群人来，你这脱口秀说的也不好笑啊，对吧？我不好笑，我自己不知道吗？你自己想，对不对？是我懂脱口秀还是你懂脱口秀？那肯定我更知道我不好笑，但我不是水平有限嘛，对吧？我因为经历过这个，我就不太愿意跟他们吵。我觉得其实他们挺幸运的，就是他可能真的人生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儿，也不需要去做一些挑战，他就拿起嘴来就说了。但我觉得人是会慢慢成长的，但道理很难讲清，你去跟他争辩这个没有用。像我就成长了嘛。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还能不能给大家这种健康的成长环境。我为什么持反方？我就是不能承认键盘侠是侠，我可以承认键盘侠里有侠，但是不能说键盘侠是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鼓励。我现在亲眼所见的就是网络环境的恶化，就是我们看马东的微博下面，在他红的时候啊，前面热评，支持马东的给我点赞啊，300多个赞。过2天马东老师出事了，还是这个人，是吧？马东去死的，给我点赞啊，又300多个赞。过2天发现马东老师是被冤枉的，还是他说一直都知道马东是被冤枉的，给我点赞的。这一直都是这个人，这都是鼓励出来的。很多人已经把键盘侠做成一个生意了。他点赞是为什么？就你可以点他主页进去
发现他在卖一些广告的东西嘛，就是这个鼓励，他就把言论市场变得很不好。就是说话最过分的那些人，看起来最正义的那些人，可以10万加，可以有300多个赞。我那天发了个微博，我觉得现在就是能说出何不食肉糜的人都算是一个善良的人了。我现在真的天天都能看到说，就是在那指着鼻子骂，就说你怎么不死去呢？真的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就10万加。那你说写10万加这些人是什么侠？他心里有任何侠义吗？他心里只有那个点击率吗？我就不要鼓励这种东西。我觉得今天现场也是，这6位辩手都是很善良的人，但是他们这6个人刚刚在争辩的时候，他们举一些例子的时候，我根本不敢有表情。我就怕被人误会。那为什么小松老师说话的时候，我在那开玩笑敢乱动？因为他就说的就很轻松很自在。我希望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弹性是这种胖乎乎的弹性。其实我们奇葩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键盘侠节目，我们不出去攻击别人，我们互相攻击，对吧？那我们这不是吐槽大会干的事儿吗？对，我们这是马东老师。这是我们怂人都会干的事。但我要说的是，为什么说他们都很善良？你比如说，就花溪举了一个很善良的例子，就说你给他套一个好的名字，大家就会向好啊。说 BB King 就要以理服人，啊，这个情商课就要有情商。我觉得你想的太美了，这个世界很可怕的，很多人假着一个好名字在干坏事。说他偷了你的学术成果，哎呀没关系，但是他毕竟是你的教授啊，偷就偷了吧。是吧？人吃饭的时候摸你一下，摸你把业界前辈摸你一下怎么办？对不对？他骂我，哎，骂就骂吧，人家是键盘侠，骂这2句怎么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很不好，不要把这个弹性变成这样。我觉得今天整个讨论题目，不管是从侠的根儿上，还是到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东西，可能是责任。对，侠这个字，古往今来语义的流变，不必深究。古代的侠是负了他自己本不该负的责任，今天的侠也依然如此。那什么是负责任？责任的核心，我觉得是恰到好处，是对自己的言行后果有所判断。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我们当然有很多渠道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我们应该努力保护这种环境。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讨论键盘侠的意思，还是归结到责任这个词儿，没有结论。我们奇葩说的责任，不是给大家结论，留一个问号，也许才是奇葩说的那个责任吧。键盘侠是一种非常易于传染的情绪状态，不是只有践行正义才显得崇高，呼吁正义有时候同样需要勇气和代价。我可以接受你们的指责、谩骂、侮辱，但别妄想我成为你。我可以承认键盘侠里有侠，但是不能说键盘侠是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鼓励。好，我们来最后看一看本期的结果。反方8票胜出，恭喜反方。实在对不起，还是要从正方里面产生一位淘汰者。我们现在分别给正方3位选手投票，支持秦教授的，请按键。5、4、3、2、1，秦教授46票，锁票。好，支持席瑞的，请投票。5、4、3、2、1， 73票。支持花溪的，请投票。5、4、可能会请教授走。3、2、1。秦教授走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很可惜，很可惜。秦教授其实也很强，挺可惜的被淘汰了，真挺可惜。
当一辩是很容易被淘汰的。观众的记忆是线性的，就是他们承担的角色不可或缺，可是却往往容易被观众忽略。我认为这是目前为止所有比赛里边最大的遗憾。他如果到任何一个队都是一个原子弹级的。我天，他这秦教授这样的发挥被淘汰了，就你能看出来这场质量有多高。我觉得这么优秀的表达者是这个舞台需要的一种力量。好，秦教授，谢谢你带给我们那么多段子和那么多好笑的东西，然后也希望奇葩说能给你的网大吸更多的粉儿，然后绝对的，所有人的惋惜是我们对秦教授能够做的最多的鼓励了。谢谢秦教授来参加奇葩说，谢谢，再见。拜拜了，秦哥。拜拜，贼好，拜拜，说贼好。没事没事没事，走了，拜拜。就是怎么说呢？不知道没有什么词形容了。我挺适合打这种感情的，也没办法，就没谈到爱情风花雪月的东西。好，你们5位将进入战队挑选，选择陈明的，请举手。4队。看到4个队长同时举手那一瞬间，对你们有眼光，我觉得你们非常有眼光啊，慧眼识珍珠。好，陈明反选。陈明。陈明真的是一个让人觉得在自己队很安心，放在对面很糟心的一个人。陈明这么强，我不选他，我又不瞎。据说到潇潇队里，其实可以当队长可以是取代他，队长是可以被淘汰的，随时可以快来！我这样，陈明，你考虑一下，你过去，让杨奇涵过去。奇涵，你答应吗？我不，陈明来了，他是事实上队长，我做好服务工作。奇涵，侠之大者，来，你要不？你是键盘侠。所以我最后的选择是薇薇姐战队。我为什么选择了傅首尔战队，就是因为很熟悉，对不对？那不管是傅妈队长还是薇薇姐，就是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然后大家的辩论的理解啊，然后整个准备起来、交流沟通起来就会非常的高效。选择欧阳超的，请举手。沈玉琳、颜如晶。选择植中老师跟颜如晶。好，欧阳超进入颜如晶战队。选择花溪的，请举手。虫仔在我们这一次的辅导当中给了我很多帮助，然后我想选择海天战队。选择席瑞的，请举手。有3队：沈玉琳、杨奇涵、颜如晶。我因为这次就是辩论过程中，花溪学长和秋成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选择沈玉琳老师的队伍。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他对我建立了信任，然后我看到他的成长。不就是教练和队员最好的状态吗？好，选择未来星的，请举手。哎，好奇怪啊！商量一下。辩位有几个坑没有占满，现在未来新来，我不知道要把它放在哪里。我觉得队长们很怕事。未来星也很有风格，切入事情的角度很特别，对于没有队伍选他感觉到意外。好，那就未来星进入待定。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表达吧，就我把我想说的说出来就 OK 了。为了赢或者为了票数去改变我自己，那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之前老觉得 rapper 嘛玩世不恭哈，但不是，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和思考的人，这就是他享受奇葩说的舞台。所以我是觉得他后面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不要忘记奇葩这个名字，我们就是应该尽量开拓奇葩。
好，我们的超级赞助有你爱行不行，我一路躺赢的别克君越。谢谢别克君越，君越跟奇葩说有非常好的缘分。为什么？在奇葩说播出期间，就在最近，整个别克车系销售在中国超过1000万辆。祝贺别克！我觉得要说这1000万辆都是奇葩说的贡献，我觉得这不符合事实。但是你说有900万辆是因为赞助奇葩说，我觉得这非常客观啊。然后我们谢谢超级赞助 HLA Jeans 一个很想红的新潮牌。好，我们要感谢搞定你最多3分钟的皇室战争。感谢一勺干掉1碗饭的海天招牌拌饭酱。所有的观众，其实在每周日在爱奇艺 VIP 可以看《奇葩 ICU》这个节目，或者在东七门来了解我们整个奇葩说台前幕后的情况。让我们下周再见。你不爱听没关系。你们觉得今天哪一方会赢呢？陈明啊，陈明还是具有一些煽动性的，对，很有煽动性，所以我们觉得反方会赢。另外那是谁嘛？欧阳超啊。那我的妈呀！你神经病！希望老师把他的音量调低。他们中间那个是北斗星。不，北斗星，未来星，未来星。